国产战机 FTC-2000G 战机呢再做升级，加装了敌我识别天线。那它能不能成为最强的米格21呢？据航空工业贵州飞机公司官方微信号最近发表文章，向2021年任务目标冲刺。这表明该公司上下坚定信心，坚决完成全年的科研生产任务。在配发的海报中，由该公司自主研制的 FTC-2000G 有明显升级，一架黄皮状态的战机舱盖前方安装了敌我识别天线，整体的精细化水平进一步提升。我们知道，如果是一款教练机，可能这样的天线呢，或者这样的设备不一定配备。但是如果你配装了它，那么说明它是要执行一定的作战任务的。FTC-2000G 战斗教练机是贵飞当之无愧的明星机型，教练9脱胎于教练7系列高级教练机，其平台最早还能追溯到苏联的米格21，因此不少军迷戏称 FTC-2000G 为魔改的地表最强米格21。该系列的飞机啊，其实有好多款，先后衍生出了自用的教练机，比如说教练9、舰载教练机海山鹰，也就是教练9G， 出口的战斗教练机绰号为神鹰的 FTC-2000 和升级版的出口型 FTC-2000G。FTC-2000G 全机最多可以布置7个外挂点，最大挂载重量达到了3000公斤。在该机的机头，这次新配了5根不起眼的敌我识别天线，是否意味着该机使用的是集成了的讯问和应答功能的 AIFF 呢？那么这款战斗机能否称为最强米格21呢？我们来分析一下它的外形。实际上呢，歼教9和 FTC-2000G 啊，在外观上还是不太一样的。那歼教9飞机呢，是在歼教7的基础上改型而成的，把头部进气改成了2节进气，在机头的部位呢可以加装雷达，当然双座保留。机翼呢由常规的三角翼改成了双三角翼，垂直尾翼和水平尾翼没有做大的调整，当然起落架也是沿用原来的歼教7的。那么这么改进以后，歼教9的低空机动性能和起降性能以及巡航性能有了大幅度的改进，也就是说它的起降速度降低了，滑坡距离缩短了，航程有所提升，低空低速的机动性也有明显的改善。它特别适合在航校作为培养飞行学员的高教机使用。从它的综合性能来看呢，大幅度的超过了美国的 T-38， 因为 T-38 是上个世纪50年代、60年代研制生产的，美军一直用到现在的高级教练机。那么我们新开发的教练9可以说全面超过了它，无论是最大的飞行速度、这个航程以及机载航天系统，都要比 T-38高一个档次，完全适合我军的飞行院校用于飞行学员的高级训练阶段的培训。那么 TFC-2000 这款战机跟歼教9又有什么区别呢？其实如果仔细看一下它的外观的话，你可以发现，尽管它的机头座舱比较相似，但是进气道改了，它的进气口改成了棒式进气道，而棒式进气道是目前 F-35、歼20、FT-31这些第4代战斗机普遍采用的具有隐身效果的进气口。它的结构简单，重量轻，而且呢适用的速度范围比较宽。如果再往后看，你可以发现它的机翼已经不是原来的双三角翼了，而是变成了一款边条翼，翼展呢进一步加大，面积当然也有所提升。同时，由于加装了边条，可以用边条形成的缩体涡给机翼增生，它的大迎角机动性可以有较大幅度的改善。当然，边条涡会对飞机的方向安定性产生一定的影响，因此它的垂直尾翼变了，后掠角减小，高度增加。这个垂直尾翼和米格21系列的垂尾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当然，它平尾可能还保留了原来的形状。综合起来看 ，FTC-2000G， 你说它是最强米格21吗？现在保留的东西不多了，也就是平尾和起落装置，何况它的起落架可能还会做相应的增强。那么这款新型的双座的轻型战斗教练机，它综合性能
和歼教9相比，又有了较大幅度的提升。如果给它配装更好的雷达、航电系统，那么基本上能够满足很多第三世界国家对轻型战斗机的需要。那么这么改了以后的 FTC-2000G， 它能否成为我军的舰载机呢？目前有传闻说它可能在为上舰做准备，因为只要在后机线加强，加上尾钩以后，由于它的起降速度要比歼教9还要低，完全可以适应在航母上的起飞降落。当然，这款双座型的高机战机最终是否能够登上航空母舰，这个呢还需要后续观察，因为竞争的对手也还是有的。那么一旦它登上航母，和歼15这样的重型舰载战斗机怎么协调配合，这还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因为歼15的起飞重量相当大，起码要比 FTC-2000G 大1倍到 1.5 倍以上。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最大的问题是拦阻系统能否同时适应这两种着舰重量不一样的舰载机使用。因为美国在训练它的新舰载机飞行员的时候呢，就发现这样的问题。如果教练机的着舰重量和战斗机相比差得太远，即使能够调整拦阻装置的力度，但是在短时间内呢，可能也不能够满足两种重量差异非常大的舰载机的拦阻着舰。因此呢，需要一段时间专门用于重型舰载战斗机或者中型舰载战斗机的着舰拦阻，一段时间呢调整完以后，专门用于轻型的舰载教练机的着舰。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恐怕最好的办法是专门拿出一艘航母来为那些新的飞行学员驾驶舰载教练机着舰来使用，因为他们的拦阻强度大小差别比较大。那么过去呢，美军是有专用的这个训练航母的，现在虽然没有了，但是那些返厂修理的航母在等待修理的一段时间内呢，就完全可以专供那些舰载教练机使用。那么 FTC-2000G 能否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舰载航空兵未来的舰载高级教练机呢？这个恐怕还要根据我们国家装备发展以及军方的需求来确定。好，今天介绍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